新模型禁令解除，量产的人形机器人，还有1兆美元的国家级豪赌。这一周 AI 在每一条战线同时推进。我们挑了9则，一次看完。先从最大的一场回归讲起 ，Claude。第一则，一场大回归。Anthropic 发布了 Claude Sonnet 5，史上最会自主行动的模型。它能自己开浏览器，操作终端机，效能接近 Opus， 但成本低很多。而就在同一天，美国政府解除了对 Fable 5和 Mythos 5的国安限制，就是上个月被它拔掉的那2个模型。从被禁到回归，只隔了3周。第二则 ，Anthropic 推出了 Claude Science， 一款专为研究打造的应用，锁定药物发现、蛋白质结构和基因体。它建立在延揽 John Jumper AlphaFold 背后的诺贝尔得主的基础上，也呼应执行长 Amadei 的目标，把生命科学的研发周期压缩10倍。AI 正从写程式走向加速科学。第三则 ，Google 一次推出2款生图模型，比较便宜的 Gemini 3.1 Flash Image 和高阶的 Gemini 3 Pro Image。2款都能立刻透过 AI Studio 和 Gemini API 使用。用便宜版和高阶版分级 ，Google 正猛攻生图市场。第4则，高通用40亿美元收购了新创 Modular。Modular 做的是让 AI 晶片跑得更有效率的软体层。学习点是，在 AI 竞赛里，光有晶片还不够，真正留得住客户的是上面那层软体。高通正用并购往上游走。第5则，一家叫 H 的晶片新创募到8亿美元，而且手上已经握有10亿美元的客户订单。特别的是，它的晶片只做一件事，跑 Transformer， 也就是当今 AI 的底层架构。它的投资人堪称名人堂 ，Carpathy、李飞飞，还有 Hinton。这是一场豪赌，专用会赢过通用。第6则，韩国宣布了一项超过1兆美元的 AI 与晶片投资计划。他把 AI 和半导体当成国家级战略。当国家开始投入这种等级的金额，很清楚了 ，AI 竞赛已经不只是公司对公司，而是国与国的较量。第7则，中国机器人公司 Uptech 发表了 UWorld U1， 号称是全球首款量产的全尺寸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关键字是量产。人形机器人长期停在实验室展示品的阶段，走上真正的生产线，才是让他们有机会走进日常的那一步。第8则，五眼情报联盟发出联合警告，前沿 AI 模型将彻底改变网络攻击和防御的能力。他们最震撼的一句话是：时程不是几年，是几个月。当情报机构说这个转变要用月来算，就是在示警，资安的风险正在快速升高。第9则，加州州长签下一纸首创的协议，全州的政府机构、城市和郡现在都能使用 Claude， 而且打5折。这是一个里程碑 ，AI 正大规模走进大型公部门，而不只是科技公司。当一个这种规模的政府整批采用，其他地方的采用往往也会跟上。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公司到国家 ，AI 正在每一条战线走进现实。以上就是今天的9则，我们明天见。